Hello， 大家好，我是海皮。众所周知，神奇宝贝进化会发生很大的改变，不仅是外形上的，很多方面都会发生改变。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进化前后反差最大的5种神奇宝贝吧。注意，这种反差不单单是外形上的哦。首先是进化前后体重反差最大的，这种神奇宝贝就是科斯莫古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犀鱼。它们的体重只有 0.01千克，也就是棉花糖那样重吧。可是当它进化成科斯莫母后，则会变成 999.9 千克。数学好的可以算一下，这前后增大了多少倍。对了，也正是因为小智能轻松抱起科斯莫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说到小智大力士的特性，必定会提到它。然后就是进化前后身高差异最大的了。红耦金本来就已经算是很巨大的神奇宝贝了，进化成耦金王后那就更是不得了了，这前后足足差了有 12.5 米。因此在动画中，耦金王常常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带着许多神奇宝贝或者人类过河。在 DB109 集里，小智就碰上一只迷路的红耦金，当时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这只红耦金从下水道弄到了地面上。然而到了地面上后，这只红耦金突然就进化成了耦金王，体型增大数倍，这个路障就钻不过去了。小智一伙又花了9两5之力才把它弄了出去。其实嘛，压根就不需要这么复杂。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一颗金泥球把它收服进去，然后到时候再把它放生，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多么简单粗暴省时间啊！其次我再来说说我个人觉得进化前后外形方面反差最大的神奇宝贝吧。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哈克龙进化成快龙的过程了，虽然确实哈克龙和快龙外形差距有点大，但至少头型和眼珠子还是有点神似的。而铁炮鱼的进化型是章鱼桶，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真的不敢相信啊！这真的是同一个物种吗？从上半身到下半身哪一点像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随意。最后就是进化前后种族值增加最多的了。关于这个有2种神奇宝贝，首先第一种就是鲤鱼王了。鲤鱼王有多菜鸡大家也都知道，暴菊龙有多暴力大家也都明白。第二种就是丑丑鱼了，丑丑鱼的进化型就是美纳斯。这2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想必也不用我多说了吧。值得一提的是，鲤鱼王大叔曾经将鲤鱼王涂成丑丑鱼的样子卖给了武藏，武藏很高兴的就成交了。然而当事情败露后，武藏非常愤怒。其实如果武藏知道鲤鱼王和丑丑鱼进化后种族值都是增加340，估计他也就不会那么郁闷了。话说火箭队这些年不知道遇到过多少只鲤鱼王了，就是不知道花时间去培养，唉，真是可惜了。对了，还有进化后种族值降低的，那就是土居忍士这种神奇宝贝了。当它进化成托格忍者后，种族值还会降低30，这个肯定很多人就纳闷了。别的神奇宝贝进化后种族值一般都是增加的，怎么到它这里还降低了呢？其实这都归咎于土居忍士的分裂进化，一个神奇宝贝进化后会同时变成2个神奇宝贝，所以肯定会有些特殊嘛。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了，喜欢的朋友就请3连一下。我是海皮，咱们下期见。